大家好，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将探讨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话题，即如何战胜自杀，重塑生活。无论你是正在经历困境的人，还是想要了解如何帮助他人的人，本视频将为你提供信息和启发。每个人都面临着生活中的挑战，有时我们会感到绝望和无助。然而，我们可以成为心灵的勇者，克服困难，重塑自己的人生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，每个人都应该有权享受健康、快乐和有意义的生活。自杀不仅对个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，也给家庭、朋友和社区带来了深深的痛苦和悲伤。因此，我们有责任提高意识，教育他人，以便更好地预防自杀。10多年前，有一位同事和我说过这段话：当你认为现在的你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，心情跌倒最谷底的时候，那么你已经经历过最糟糕的时刻了，不会再有比目前更糟糕的事情会发生了。请放心，你的运气会一步一步往上升，你的人生会越过越美好。我当时听到这句话，觉得很受用。人生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没有人会从出生到老年都是顺风顺水，没遇过困难和考验的。只有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的关卡，你才会变得成熟、强大，可以用豁达的心态来看待生活。如果你目前很煎熬、痛苦地生活着，建议你要向家人、朋友或信任的人来分享你的感受和困惑，他们可以提供情感支持和理解，帮你度过难关。假如情况比较复杂严重，那么专业的治疗和干预可能是必要的，可以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士，如心理辅导师联系，寻求适当的帮助。千万不要自杀，不可以有自杀的念头。活着才有希望扭转乾坤。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往往你以为你现在碰到的是大事，非常让你感到困扰，无法忍受。但是事实上是多年以后，你再回想当初你认为的大事，已经不是什么事了。你只会笑谈怎么当时的你如此傻气。这是很多过来人的经验之谈。当你面对心灵创伤，对人生感到彷徨无助时，其实是时候让你敞开心房，去正视面对你自己内在的想法。你需要认真思考，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的负面想法。你可能需要寻找一个和你有缘的宗教信仰、心灵上的导师来教导你。人的一生轨迹都是有原因的。我的师父莲生活佛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自杀，因为佛教讲究因果。你的寿命没有到，你自杀，那么自杀的惨象会永远留在你的灵识当中。当你自杀的时间一到，它就会重演一次自杀的痛苦情景，一直到你的寿命结束，你才能转世投胎。不要以为自杀就能一了百了，一切事情就可以结束了。事实上并不是这样。假如自杀时是撞到头部重伤死的，那么转世投胎做人，这个人的脑部会受伤，变成一个脑残的人。如果死的时候四肢断了，那么重生为人也会残缺不全。在这里，我想强调一个重要的信息，你并不孤单，有许多人愿意倾听和帮助。无论你正面临什么困境，请记住你的生命无价，你的故事还没有结束。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说的是上天将要把重大的任务降到某人身上，一定先要苦恼他的心智，劳动他的筋骨，饥饿他的肠胃，穷困他的身子。他的每一行为总是不能称心如愿，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，使他的性格坚定，增加他的能力，方能完成大任。人生是一场修行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对我们的考验。如果我们不能顺利通过这些考验，人生就会陷入困境，甚至可能走向终结。然而相反的，如果我们能够成功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我们必将取得伟大的成就。我希望通过这个视频能够鼓励你寻求帮助，坚持下去，重塑自己的人生。如果你认识有人可能需要帮助，请不要犹豫去提供支持和引导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，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成为心灵的勇者，战胜自杀，重塑我们的人生。